挑战100天午餐不重样。你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每道菜的注意事项我都给大家做了小总结，放在视频的最后，有需要的可以去视频末尾保存一下。我们家有3个小孩，还有一个喜欢葛优躺的老公，所以一般午餐都是3个菜1个汤。我们四川有句俗语叫3菜1汤，饲料装了。我有个朋友嘛，她昨天不小心就看到了她老公的那个基金账户，大算拍一拍就会很容易爆品，然后她就气愤地打电话跟我叨叨，你说平时让她给我买个包给娃报个班，她抠的不行，感情她在这儿挥金如土呢。前2天出门，我老公就突然问我，吃剩的甜皮鸭是不是忘记放冰箱了，担心回去以后会不会坏掉。我默默地看着他，然后他就非常认真地跟我说，没办法啊，经济这形势，物价还不停地涨，也没人给咱发工资，股票基金还跌成这样，必须得省着点啊。你看，鉴于现在这种情况，我宣布咱们家吃得掉地上5秒内可吃的原则必须调整为10秒。哎，315大假日不会把 A 股也顺带了吧？常言道，不要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。我老公放到了10个篮子里，最少的篮子亏18个点，最多的亏40个点。在这里分享给大家一个小知识，其实你只要把手机倒过来就是上涨了。我一直觉得股民朋友的素质真的是蛮高的，哪怕是杠杆玩脱了也是自己默默消失，不像那些买了房的，一旦开发商降价立马来劲。家里的小孩都觉得姜是辣的，所以我总是把姜切得很大，方便他们从肉里面挑选出来。打杂售楼处到处维权。你知道黎明前面是什么吗？黎明前面是黑暗。那牛市前面是什么？牛市前面就是漫长的没有希望的熊市啊。所以我老公逢跌就加仓，这个就跟购物一样。我跟你说明天衣服降价，你不一定会买，但跟你说明天衣服涨价，你可能今天立马就买了。我问我老公，今天加了明天还跌怎么办？我老公就跟我说，跌了再加呀，就别买衣服了。可是我没有衣服穿了啊。我就发现我的衣柜里面只有3种衣服，一种是我以为我收下来能穿的，一种是买的时候很喜欢，买回来就没有穿过的，还有就是已经穿不下的。老公就说总能找到几件做睡衣的吧，反正最近你看也不能出门了。哎，不是有句话说，你来人间一趟，你要看看太阳，还要和你的心上人一起走在街上。本来我觉得这句话最难的地方是和你心上人，现在发现是一起走在街上。前阵子疫情不严重，可以自由活动的时候，我跟我老公申请了好几天，我老公终于同意带着我们全家去周围的一个古镇逛逛。我以为这个古镇应该是古人留下的，结果看到那个施工信息，始建于2015年。我的天啊，这还没有我家老大年纪大呢。那一刻我觉得我儿子才是非物质文化遗产。我去一个风水大师家里做客，发现他在用面包做法事，这什么情况呢？凑近一看，是盼盼法式小面包，难道是专门做法事用的？我一直以为是吃的呢。
现在我们来调一个糖醋汁，配方我放在视频最后的小总结里面了。大家都说有钱就使人变坏，我不信，除非让我变得有钱试试。我老公就说你怎么不信呢？你看那些偷税漏税的明星啊，邓伦偷税被追缴并罚款1.06亿元，郑爽3亿，王力宏1.5亿，范冰冰8亿，薇娅13亿呀。而我无人在意，我只剩回忆，我要对你一心一意。你来填空哈，评论区等你。你是什么意？我儿子昨天就问我，妈，你说这明星一个个这么塌下去，那接下来明星会不会不够啊？好担心啊！不行就让我来进娱乐圈吧。炸好的里脊肉下锅后一定要快速翻炒，翻炒均匀以后马上出锅，这样才能保持里脊肉的酥脆口感。我大女儿跟我说，最新的努力方式是颅内努力，就是在脑子里不停地告诉自己要认真，要加油，不能再这样下去了，这样就算努力过了。我仔细想了想，这不就是在说我吗？几个月前就想着做挑战100天午餐不重样的系列视频，结果现在才出了第1期。我这个拖延症啊，拖延症的坏处呢，就是该完成的事情也没有完成，想玩也不能放下心来玩，越拖延越劳累，越逃避越麻烦。然后我老公就送我3句话：设想的时候乐观一点，计划的时候悲观一点，执行的时候愉快一点。紫菜和蛋液下锅后最多煮1分钟，时间长了就不好吃了。所以呀，不论你今天遇到多少不顺心，不管还有多少工作没有做完，屏幕前的你也要快乐一点呀。想要治疗我的拖延症的话，记得订阅我的频道，这样才能及时了解挑战100天第2期会拖延到什么时候出品。别忘了在评论区告诉我你是什么意，我会一直在评论区等着你。